托罗佩茨弹药库爆炸，万吨炸药被毁，俄军攻势停止。哈尔科夫俄军损失大半，转攻为守。顿涅茨克乌军炮轰俄阵地，收复4平方公里领土。霍尔斯克乌军多路推进，占领沃尔菲诺，并重新攻入斯帕尔诺。联合国访问霍尔斯克乌战区，莫斯科突发枪击。欧洲议会新决议解除乌军多项限制。乌军成功炸毁托罗佩茨弹药库，已被认为是自全面开战以来其在俄罗斯境内作战取得的最大战果。今天在视频开始前，火力军将补充更多信息。托罗佩茨俄第107兵工厂弹药库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其内万吨弹药发生爆炸，形成直径50到90米的弹坑。截至19日下午，至少有4个较新的防核爆加强型弹药库的爆炸和大火仍未停止，并有200多名俄守军失踪。挪威地震台网 NOSER 也于莫斯科时间9月18日3点30分至9点，在位于莫斯科特维尔州的托罗佩茨附近探测到了17次力12.0至2.8级爆炸，威能堪比核弹。不过，俄国防部与俄媒体对此次爆炸事件始终保持沉默。此外，在托罗佩茨弹药库被摧毁后，或许是因为对特维尔州州长的讲话不满，有黑客入侵了托罗佩茨地区官方网站，将当地区长的照片换成了乌克兰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似乎是在暗示托罗佩茨弹药库爆炸事件与乌克兰有关。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托罗佩茨弹药库可以说是俄北方集团军的总弹药库。尽管被炸时很可能不是满仓，但万吨弹药被摧毁，对俄罗斯而言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俄军在乌东地区的战斗。在哈尔科夫方向，9月19日，俄军被阻在赫利伯克以西和特拉维扬斯克水库沿线的别墅地区。同时，战斗还发生在沃夫昌斯克和季河附近，双方展开了阵地战。一名在沃夫昌斯克附近行动的乌军官于9月19日表示，俄军以3到4人小队对沃夫昌斯克的乌军阵地发起进攻，但每次都是在损失2/3的人员后被打退。图片报援引乌军第92旅旅长的话报道称，霍尔斯克的行动改善了哈尔科夫地区乌军的状况，俄军大幅减少了利普奇至赫利伯克沿线的进攻，开始专注于防守，如远程布设地雷，巩固阵地，以限制乌军的推进。同时，俄军开始加强指挥通信，以及向前沿阵地俄军运送补给，做好长期坚守的打算。在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在托列茨克正沿其东部的 T 街道推进。ISW 称其推进了约150米，并在扎里兹内以北夺取了一个垃圾站。不过，这同时说明此前攻入市中心几栋高楼的俄军已被乌军打退，而且在19日，乌炮兵还对托列茨克附近的俄军阵地展开了一次猛烈打击。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紧随其后的反击使乌军收复了约3.94平方公里领土，且有可能是一次局部反攻的前兆。红军村前线，乌军重新多了不少领土，其南翼的激战仍在进行之中。9月19日，乌军已推进至马里尼夫卡东南部，而俄军则在米哈伊利夫卡西南部向歇里渡河以南的矿场推进，目前距离该矿场约600米。在乌克兰斯克，乌军已从这里撤离，并在楚库里涅建立了防御阵地，目前俄军距离这里约2.5公里。在马里卡方向，9月19日，俄国防部声称俄军占领了赫尔西耶夫卡，但从战役地图上看，此处仍处于灰色地带。在乌南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在马尔福皮利北部有所推进，摧毁了俄军的临时据点。总的来说，乌东战场由于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以及摧毁俄军在托罗佩茨的弹药库，导致整个前线正逐渐开始平静。俄军之前那种以消耗大量兵力、装备和弹药为代价的高强度进攻已难以持续。库尔斯克战场9月19日，乌军继续在格鲁什科沃方向多路推进，又抓了不少俘虏，如乌军袭击了梅德维日耶地区，并占领了一个小据点。从诺维伊向西突进的乌军，在控制红十月镇后，向北又控制了沃尔菲诺，目前这里处于灰色地带。而在韦肖洛耶村，俄方消息称该镇已经被乌军包围，且乌军正试图沿着柏油路向格鲁什科沃方向扩大战果，其纵队已经占领沿途的森林地带。
在斯纳格斯特其东南方的突出部已经被乌军拿回。乌军在刘比莫夫卡、奥布霍夫卡附近继续发动袭击，其特战部队则持续对俄军后勤路线进行打击。在苏加贝地区，乌军同样加大了进攻力度。9月19日，乌军在舍普图霍夫卡东南和奈德诺夫东南部略有推进，同时双方还在苏贾西西南部的克诺佩尔卡郊区战斗，以及更远处的博尔基地区战斗。据悉，乌军打退了俄军新成立的库尔斯克骑士分队，已重新攻入斯帕尔诺。纵观整个库尔斯克战场，就会发现乌俄双方都在进攻，有点各打各的意思。不过，乌军对库尔斯克的控制已经渐趋稳固。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新闻通讯社9月19日报道称，俄军已在库尔斯克集结了37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宫也要求俄军在10月中旬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州，并要求俄军在10月30日之前在乌克兰的边境领土建立一个缓冲区。只不过从今年5月以来，俄军在哈尔科夫只推进了约10公里的纵深，加上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以及俄罗斯大概率拿不出所需的反攻物资，已彻底破坏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的计划。此外，据路透社援引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的话报道称，联合国代表团已准备好访问库尔斯克的乌战区，目前正等待俄罗斯的允许。由此可见，联合国已基本承认了乌军占领库尔斯克大部的客观事实，乌克兰建立缓冲区的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联合国代表团的到来肯定会考察乌军控制下库尔斯克人道主义的实施情况，这对乌克兰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而对联合国代表团的到来，俄罗斯自然是不愿意的，但如果拒绝，其大概率会陷入人道主义指责的困境。因此10月中旬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大概率不会实现，而且联合国代表团的到来正使其陷入两难的境地。此外，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也使俄罗斯内部愈发不稳定，且不说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首都的攻击愈发常态化，莫斯科本身也正发生更多的突发事件。如俄罗斯女首富在莫斯科的电商平台野莓总部发生了激烈的枪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人死亡，7人受伤。据悉，该事件属于情仇枪击事件，涉及俄罗斯女首富塔吉扬娜、女首富丈夫弗拉基米尔·巴卡尔丘克以及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想吃瓜的朋友可以自己在网上找找，火力军就不过多叙述。9月19日，欧洲议会以425票赞成、131票反对、63票弃权通过一项新决议。新决议呼吁欧洲各国：一、立即解除对乌克兰深入俄罗斯打击限制；二、履行承诺并加快运送武器、防空系统和弹药；三、维持并扩大欧盟理事会对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和组织的制裁；四、全面禁运俄罗斯天然气，并要求德国发送金牛座导弹。决议还强调，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追究俄罗斯战争罪行责任，以及支付赔款是任何解决方案的重要方面。此外，欧洲议会还呼吁欧盟和北约盟国集体或单独承诺每年向乌克兰提供不低于其 GDP 总值 0.25% 的军事支持。尽管欧洲议会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这也代表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意愿，相信限制很快就会解除，同时也说明欧洲已经下定决心要积极与俄罗斯对抗。除此之外，面对越来越频繁的俄军无人机和导弹入侵领空事件，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在内的东欧9国表达了严重不满，这9国敦促北约尽快做出回应。此外，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击落了进入本国的俄军无人机。波兰甚至呼吁北约在俄军导弹进入领空之前就将其打掉。现在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匈牙利都加入到敦促北约的队伍中来，可见东欧9国的忍耐度已到达极限。与此同时，爱沙尼亚的卡鲁斯将军还表示，爱沙尼亚和盟国正在为与俄军的潜在冲突做部署方案。卡鲁斯甚至强调，爱沙尼亚必须确保有能力瞄准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以此最大限度地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据德国联邦政府网9月19日公布的最新清单显示，德国再次向乌克兰交付了22辆豹式坦克、3辆猎豹式防空坦克，以及6万多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和100万发轻武器弹药等武器。其中，豹式坦克的交付属于德国、丹麦2国联合计划的一部分。
其他援助也正按周按月进行交付，可见德国此前的援助承诺并没有中断。而且据统计，德国已向乌克兰援助了超52亿欧元的军事物资，是仅次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第2大供应国。此外，有消息称，德国还准备再批准近4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给乌克兰，这笔援助将用于购买弹药、战斗车辆、无人机和防护装备等。根据媒体报道，在9月20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以色列北部地区至少发射了3波火箭弹，数量达到140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其中包括以色列国防军数个防空基地以及一个装甲旅的总部。报道称，该装甲旅总部是首次遭遇真主党袭击。近日，黎巴嫩通信设备同时爆炸的事件，彻底引爆了各方的反应。有媒体表示，这是以色列一次非常大胆的技术战争，通过秘密将真主党的通信设备改造成致命武器，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真主党的袭击。其实，破坏对手供应链并不是新战术。当初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研究观察组，就向对手的补给线投放了一些动过手脚的炸药，这些炸药会在发射时爆炸，从而摧毁枪炮，甚至是严重伤枪炮手。如果是威力更大的炮击炮弹的弹药，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发射小组丧命。而以色列此次袭击可能就是这种战术的演变，在对手的电子设备中植入爆炸物，然后同时引爆。另外，以色列的袭击不单单是针对真主党的高层，就连普通成员也有伤亡。以色列选择将真主党常用的血呼机武器化，显然是为了集中攻击特定人员，同时向真主党传播一个信息：即便是普通成员，在所谓的贝鲁特安全内也不安全。而且以色列的袭击表明，通信网络上的任何电子设备都有可能被武器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战争领域。根据媒体报道，日前诺斯罗普克鲁曼公司的一架 MQ-C 无人机在北冰洋上空执行了5小时的飞行任务，成功验证该型无人机的极圈地区操作能力。诺格表示， MQ-C 无人机安装了诺格研发的导航系统、任务电脑以及更新后的飞控系统，从美国阿拉斯加州起飞，然后进入美国与加拿大位于北冰洋的领空，成功完成了5小时的飞常测试。另外，在此次测试后，诺格还验证了 MQ-C 无人机通过地面定位系统，在 GPS 信号不稳定的极圈区域内维持导航的功能。根据媒体报道，本周周末，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戈兰高地举行军事训练，在训练期间，禁止当地居民进入训练区域。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9月19日当天，以军在戈兰高地进行了新的军事部署。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在 Telegram 频道上发表一个声明，指责马斯克锁住了他的特斯拉赛博越野旅行车，受黎巴嫩传呼机爆炸事件影响。这则声明受到广泛关注。随后，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否认了此事。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7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就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度探讨。此后，普京同意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据中时新闻网9月20日报道，阿尔及利亚或将接收一批苏35。据悉，这批苏35原本是要交易于埃及，但由于欧美国界的干涉，埃及终止了此次交易。随后又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将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用这批战机来换取伊朗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然而，据保加利亚军事网消息，这笔交易也被伊朗取消了。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这批苏35已经成为了烫手山芋。有媒体表示，阿尔及利亚之所以会选择接手这批苏35，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与埃及、伊朗的交易落空之后，可能会大幅降低这批战机的出口价格。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海军此前从美国租赁了2架 MQ-9B 无人机，其中一架于9月18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遭遇技术故障，不得不在印度金奈附近海域进行水上迫降。目前，印度海军正在调查故障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印度曾向美国采购了31架 MQ-9B 无人机，尚不清楚这次事故是否会对比交易造成影响。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ISS 报道，去年9月至11月，一架伊尔76被转移到平壤苏兰国际机场中一个单独的维修区，
最后机身出现覆盖结构，表明飞机正在进行特殊改装。另外2架飞机也出现在附近的停机坪上。由于此次改装项目保密程度极高，卫星无法持续获取相关画面，直到今年8月，卫星才再次捕捉到了具体画面，显示这架1276运输机机身下部已增加边条翼，这是1276运输机改装成预警机的常见特征，旨在通过抵消大型雷达罩的影响来提高飞行性能。9月3日，这架1276运输机被移至附近的滑行道，可能是为了进行发动机测试。同时，在围栏区域内出现了一个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帐篷状结构，显然是为了容纳雷达罩。果不其然，9月8日，这架1276运输机就被加装了2个雷达罩垂直支柱，其安装点的大小和位置与俄罗斯50U预警机完全一致，它们能够支撑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或机载预警系统的旋转系统、雷达天线和雷达罩。总的来看，朝鲜改造预警机已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要想改造成功，依然面临着巨大困难，主要是因为其航空技术有限。如果没有外部援助，那么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目前能向朝鲜提供援助的国家似乎只有俄罗斯了。长期以来，这2个国家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再加上此前又签订了双边协议，以及欧美国家还表示朝鲜向俄罗斯转让武器，因此俄罗斯大概率会向朝鲜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使其拥有第1架预警机。需要注意的是，朝鲜目前拥有3架1276运输机，编号分别为 P912、P913、P914， 目前尚不清楚改装的是哪一架。另外，朝鲜如果仅改装1架1276运输机，其预警系统并不能完全覆盖整个领土，可如果改装2架，又将会大幅降低自身的重型运输能力。据中时新闻网9月20日报道，法国准备向乌克兰交付6架幻象2000战机，交付预计从2024年底开始进行。此外，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未来几个月，他将会在法国培训超过4500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由于俄军频繁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已经损失了超过2/3的战前发电能力，导致日常生活频繁停电，供水也有所影响。基辅和一些东部地区仍然维持停电计划。今年冬季，乌克兰能源系统将面临严峻考验。在进入供暖期之后，能源短缺将对乌克兰医院、学校等设施带来严重影响。乌克兰能源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哈尔钦科表示，因为发电能力不足，冬季每天的限电时间将达到10个小时。报告指出，乌克兰今年冬季的电力短缺可能高达6吉瓦，约占其预计高峰需求的1/3。这个数字相当于丹麦全年的高峰电力需求。为了帮助乌克兰缓解能源问题，欧盟已经宣布拨款1.79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避难所与取暖器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以及用于能源基础设施维修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向乌克兰能源系统提供了至少20亿欧元。此外，欧盟也在修复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并加强乌克兰电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连接。预计这将能满足乌克兰今年冬季超过25%的能源需求。立陶宛正在拆解一座热电厂，并运往乌克兰进行重建。为了避免医院等重要地区停运，欧盟还向21家乌克兰医院赠送了太阳能电池板，其中8家医院将在今年冬季之前实现太阳能自给自足。9月20日，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可爱的 ZM Block 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就是天宫2，将出口至伊拉克。目前，伊拉克国防部已经与韩国国防技术公司签署总额高达3.71亿韩元的合约，用于采购天宫2型防空系统。这个金额相当于韩国国防技术公司去年营收的1.6倍。但是伊拉克并未宣布具体的采购数量。不过伊拉克之前曾透露，打算采购8套天宫2，以此推动该国的防空现代化。伊拉克是第3个采购天宫2的国家，之前沙特与阿联酋也曾采购。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月18日，美国海军公布了新版美国作战海军领航计划，主要内容如下：在2027年以前，确保至少有80%的船舰、潜艇和战机能在短时间内投入作战，同时修复支持海军任务的关键技术建设，从而提升后勤效率。此外，美国海军还将加速新型无人系统部署和应用，扩大士兵的招募规模与留营率，并通过创新训练与编制保持人员战备状态，以及建立海上作战中心等措施，来确保未来海战的优势。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